大家好，今天是2022年4月1日。本期视频我们想通过月线图来预测特斯拉股价在2022年4月份的走势。首先，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特斯拉股价在2022年3月份走势的基本信息。它的月开盘价是 869.68。月收盘价是 1077.60， 在3月份它的最高价是到达了 1114.77， 最低是在756。那在3月份它的最高值与最低值的赋值是达到了358个点。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是收在了5均值和10均值的上方。当月的成交量是 5.68 亿股，是前一个月的 1.22 倍量增。KD 值我们会看到快线转折向上，开口变小，那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出现了上行。MACD 我们会看到快线转折向上，开口略有增大，并且我们会看到下方出现了较前一个月更长的红柱。那这些信息也说明股价在反转向上。我们来看看当月的 K 线信息。在2022年3月份生成的这个 K 线叫做含下影线的中长红 K 线。那这样 K 线的特征是下方留有下影线，但是下影线的长度不能够超过实体的高度。那这样的 K 线可以出现在 K 线图的任何位置。就单一 K 线而言，它是多方强。那说明在当月股价曾经被下杀，但是呢，多方最后将股价拉抬到当月的最高价，然后收盘在它的附近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解读一下2022年3月份生成的这个带含下影线的中长红 K 线。好，首先说它的位置。我们在说位置之前我们加2条辅助线。那么这个辅助线呢，我们加在2021年的1月份的最高和2021年的11月份的最高，我们把它连接起来。好，然后再加一条，我们会看到是2021年5月份的最低，然后和2022年2月份这个最低点，我们把它连接起来。好的，这样一来，我们会看到在这里面是头高，下方是底高，也就是在月线图当中，目前特斯拉股价的走势是多头的趋势。好，我们来看看2022年3月份这个 K 线的位置，它是在一个多头回档后反弹或者叫上涨中。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超过了前一个月 K 线的最高，那它的当月的最低价是高于前一个月 K 线的最低。
那在这样的一个位置出现含下影线的中长红 K 线，这是一个上涨的攻击信号。也就是说，从 K 线的信息解读啊，接下来应该是一个继续上涨的一个走势。好，这是 K 线信息。那接下来我们来分析一下，接下来一个月的股价的走势。那我们再加一条辅助线。那这条辅助线呢，我们是连接2021年11月份的最高和2022年2月份的最高，2022年1月份的最高。好，我们重复一下，这个辅助线是2021年11月份的最高和2022年1月份出现最高。好，那这条线呢，我们会看到它是一个头低的一个下行趋势的，我们说叫上经线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下方还有底低，那么这个下行趋势的下经线我们就不再画了。那这条趋势线呢，实际上是目前在月线上特斯拉股价回档的一个下行的一个趋势线。好，那么我们会看到在2022年3月份出现的这个 K 线，它的最低价是回踩了20均值。那并且呢，我们会看到它的最低点也是高于前一个月的最低，收盘价收在了5均值，当然也在10均值的上方。那我们再向回看，那在前一个月，也就是2022年的2月份，它生成的 K 线叫做锤子线。那这样的一个锤子线呢，对，它是一个变盘的信号线，也是带有长长的下影线。对于锤子线，是变盘的信号 K 线。那在接下来一个 K 线，如果是开高走高，股价向上，那么我们会看到接下来的这根 K 线，它的收盘又高于这个锤子线实体的上沿。那也就是说，在后续股价是容易向上的。所以呢，接下来从这样的信息判断，股价也是要继续上行。对，好，那么我们接下来说，如果说股价继续上行，我们会看到上方的阻力，也就是压力位在哪？首先说，我们会看到，在4月份开盘之后呢，它的这个3月份的前高，也就是1114将成为一个压力。对，那实际上我们在日线和周线图当中，把它称作是叫做1115，对，是在有一条水平线。然后接下来的一个标志，也就是说我们刚刚画的这个回档的下行的趋势线和4月份当月 K 线的交点，那我们会看到它是在1100，我们说在1158这个位置。好，那我们呢，接下来在这个地方我们画一条水平线作为一个标记。好，我们在1158。然后我们再加一条水平线，我们会加在1115这个位置，对，也就是前高。好了，那么这样一来，我们会看到，如果股价上行呢，
那上方首先要突破前一个月的最高，然后呢，我们会看到上方这个1158这个标志。那如果股价能够站上这个标志，也就是说它能够走出一个回档的下行趋势。对，那如果说股价没有站上上方的这两个压力位，那很有可能会出现一个回档，也就是说继续在这样一个回档的下行趋势线内去运行。好，那我们再回头向上说，假如股价站上了这两个压力位呢，那我们会看到上方的目标一定是2022年1月份的最高，也就是1208，接下来就是特斯拉股价的历史高点1243.49，也就是说，如果突破上方这两个压力呢，股价是很容易创新高的。好，我们再拉回来说回档，说如果不能够突破这两个压力位，股价在当月出现了一个回档，那我们会看到下方的支撑就是当月新生成的5均值，以及下方还有一个10均值。那说到这里啊，我们再加一条水平线。好，那这个水平线呢，我们会看到加在这个位置是947这个位置，947是2月份的最高。好的，我们加这条线的目的呢，然后我们向右看，我们会看到这是一个回档下行的趋势和下方，也就是多头趋势下颈线的一个焦点也在这个地方。那同时它是前一个月这个 K 线的最高值。那这个947我们认为将成为一个重要的标志，它也是一个支撑位。对，也就是说股价如果继续出现回档，在这个下行区域行走，那么遇到947有可能会继续向上。但是如果股价回档跌破了这个947呢，那很有可能股价继续向下测试。当然下方还有20均值作为一个支撑，20均值呢应该是在790，大概是在790这个位置，我们测算。好，那以上呢是我们对这个在月线上特斯拉股价在2022年4月份走势的一个上行回档和下行的一些分析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依然再看看操作规律。对，那么操作方面的信息对于月线图来说，那我们会看到在2022年3月份这个收盘1077.60，在这个地方它将是一个技术进场点。对，然后呢止损呢可以是设在我们刚刚画的这条水平线，叫947这个位置。或者说可以守在下方这个实体的下沿，是在屏幕的右上方，开盘价是869。好，当然啊，我们在这里介绍这样的一个操作规律啊，仅是用 K 线技术啊，来介绍这个通常情况下的一个进场的一个规律。因为如果以月线图这样的一个规律去操作呢，那这样的话持有股票的时间呢将是一个非常非常长的周期。通常对于中长期的操作呢，我们是在周线上来做。那在这里我们说的操作信息啊，
我们仅是对这个从 K 线图上来说它的进场点止损位，对，那么这样的操作呢，应该是不具有实际操作的可能性的，因为它的幅度太大了。好，那我们介绍这些信息，也是用来在技术上用来去推测月线上后续的一个走势。好，那接下来呢，我们来看看，在2022年4月份开盘之后，它当月的压力位和支撑位。那么上方的压力位我们会看到，首先到来的就是这个1115这个水平线。那接下来的一个位置就是这个1158这条线。对，好，那如果再向上，我们会看到是有一个前高是1208。当然，再向上是历史新高1243.49。好，我们再来看支撑位。支撑位在开盘之后到来的首个支撑位是当月新生成的五均值。这个五均值啊，我们测算应该是在1016到1038之间。对，然后接下来是新生成的这个十均值，包括我们会看到我们画的这个水平线，对，是在947。那么十均值在当月它的范围我们测算是在953，对，到964。那也就是说在接下来的这么一个第二个支撑位呢，它是一个支撑区间。我们再来重新说一下，支撑区间是947到964之间。好，那再向下我们会看到是这个实体 K 线的下沿。也就是说屏幕的右上方是869。好，那再向下是当月生成的20均值，我们测算是在790附近。好，以上呢是压力位和支撑位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再对股价在月线上做一个预测。当然，我们想说明一下，在月线上的这个预测呢，我们只是对于一个大致的一个股价的一个界限来预测。对，首先说两个可能，我们还是给出两个可能。第一个可能，我们认为股价呢会上涨。如果是上涨呢，那么它可能在4月份会创新高。那如果创新高，最高我们说是在1243之上。对，那么收盘呢，我们认为肯定也如果创新高，收盘应该也会站上历史的这个新高。但是呢，我们可以预测一下这个最低值，最低我们认为会到达5均值。对，那么这个5均值呢，我们认为会在1038这个位置会支撑住这个股价最低。好，这是第一个上涨创新高的一个可能。那第二个可能呢，我们认为股价有可能会继续在这个下行趋势内进行一个叫做回档。那如果是这样呢，我们认为在4月份当月的股价最高会到达1170这个位置。也就是稍稍的突破这个上经线，然后收盘会收在1140这个位置。那么当月的最低可能会到达新生成的10均值，
我们认为可能会到达950这个位置。对，好，那以上呢是我们对特斯拉股价在2022年4月份的预测，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。